大家好，每周五我们又来了。好，大家好，大叔中文又来了哦。然后笨叔上个礼拜的补语好像大家蛮喜欢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继续来教大家补语吧。今天我们一样出了10题，出了10题，然后看看大家会不会。今天的题目比较简单一点今天题目比较简单一点，然后希望给大家多一点成就感成就感。好，我看一下，已经有人来了吗？差不多了，大家慢慢的、陆续的来了。Ben 老师回来了。是的，是的。好，欢迎佳佳，老朋友了乐文，欢迎乐文，欢迎乐文。我们这个 C 同学周迪同学。好，那Ben叔我们就开始吧。今天我们一样来学习补语好 ，OK。今天好像都是趋向补语方向的，对吧？跟趋向有关系。趋向补语有趋向补语好，Lucas 欢迎。好，那这个各位同学等一下答对几题还是要把它记录下来，我们等一下会问大家这些题目你们答对了几题好，我们就开始吧，进入我们的第一题。好，Ben叔帮我们念一下。我把玩具扔什么？你能接住吗？好，大家要看图，还有要想一想谁是我对，这个是我哟对所以扔上来扔起来，扔过来，还是扔上去？扔过去扔过去还是扔上来？现在这个好很多佳妮也来了我卡掉了是吗？没有卡，没有好的好，那现在这个我们假设这个人是我好了然后他把玩具扔给这个人扔给这个人好，所以其实这一题还真的要看我是谁，对不对？对那我是右边这个人离我们近的这个人。对，这个是我这个是我。好，那各位同学答案是什么？放个箭头因为我不一样，动词补语也会不一样好，这题真的很简单，对不对？扔过去，扔过去小瓢虫扔过去 C 才来看一下就会了，扔过去。好，那我觉得因为今天的补语是我出的啦，我出的比较简单好，大家都会。但是我觉得比较难的是接，我觉得扔大家都知道，但你们知道接住吗？接住对吧？对，接住好，我们的答案是扔这个是我把玩具扔过去给那个人，对不对？那Ben叔那个人要怎么样？那个人要接住，对不对？接住接住就是因为可能没接住嘛所以要接住要接住我把玩具扔过去那这个扔过来跟扔过去有什么不一样？我扔过去以后你扔过来就是你扔回来给我扔过来给我扔过去你扔过来所以看讲话的对象，如果别人是扔过来，那你是扔过去给另外一个人所以就是看我是谁我是谁。对，哎呀，果然太简单了。我们看第二题会不会很简单来，第二题。你的声音太小了，我听什么？我听不懂，听不到，听不下去，还是听不出？好，我觉得这题应该不难，但是比上个星期的补语简单多了。我很好奇看大家，大家会不会这个好像很简单，可是我觉得考大家补语懂多少好，大家选的是听不到然后月莹说听不懂然后听不到，佳妮都是听不到， Paula 也是听不到这个我觉得同学应该没有问题了因为应该常常听老师们说同学你的声音太小咯你要讲大声一点我听不到，对不对？对，听不到对，好，听不到，所以这边是不到
听不到啊，好，没有错。对，这个 Anthony 说听不太清楚也可以，对不对？也可以，听不太清楚。听不太清楚。不过听不到是听不到，可能是完全没有听到。听不太清楚是你听到了，只是你没有听清啊，没有听清啊。好，对，好的。看来茶叔会绕过同学们，什么意思？绕过同学们？绕过同学们？什么叫绕过吧？绕过同学们绕过就是绕过放过同学们，绕过同学们，就是出的题目不会太难，因为上次太难了，总得平衡一下，对吧？让大家对。好，这个是可能补语了啊。好，这是可能补语。好，那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听不到，因为你听不到那个声音嘛。那变叔听不懂是什么意思？听不懂就是可能太难了，我听不懂这个意思，我需要你给我再解释一下，听不懂。对，并不是听不到声音，是听不懂那个人也可能是因为我不会说这个语言，我也听不懂。就是你解释也没有用，因为我听不懂这个语言，所以两种情况。比如变叔跟我说西班牙语我听不懂。对，或者是你懂这个语言，但是那个人说话的意思你听不懂。对，好，那听不下去呢？听不下去就是这个事情真的可能是我比较敏感的话题，我不想讨论它。如果或者是这个太暴力、太色情了，就是或者对方讲一些你不想听的话我听不下去了啦，我不想听了，我听不下去了。可能比较恶心的事情呢，也听不下去了。我听不下去。或者是对方讲了一些让你不喜欢听的话题我听不下去了，你不要再说了。那问问大家，什么事情会让你们听不下去？听不下去你们可以想一想看。对，什么东西会让你听不下去？比如说你不喜欢听别人聊八卦，所以当有人在聊八卦的时候我听不下去，我不想聊。对，你就听不下去不好的问题啦，当然一些不好的话题你可能会听不下去。对，可能有两个男生在聊女生的事情，另外那个女生她听不下去，她不想参与这个聊女生的话题好，难听，对，难听就是可能音乐很难听，声音很难听之类的。好，听不出是什么意思？听不出就是你要区别一下，可能这两个人的声音很像，我听不出来这是对茶叔的声音还是灿叔的声音听不出。而且我们常常这个来我听不出来这个声音到底是北方口音还是南方口音对，听不出来。我听不出来，我听不出来好，所以听不出来跟听得出来刚好是两个相对的意思听不出来，听得出来。好，那么我们再看第三题，小猫。我先看一下 Maestro 说我听不下去关于我前女友的事情。你还爱她吗？就是有人如果聊到周迪的前女友我不想听了，我听不下去。你是因为她太烦了，还是说你还爱着她？就是会听了会伤心所以你不想听了，听不下去了对，听不出他的深意，可以，这个没问题好 OK 好，来小猫。小猫什么吧，我不会咬你的。这是谁在说话？是小狗在说话对吗？小狗在这个小狗在说话，对。小狗所以小猫怎么样小猫进去吧，小猫下去吧，小猫下来吧，小猫进来吧。好，那这个当然现场只有这两种动物了不会有误会不过我还是把箭头拉在狗身上好了好，是这只小狗在说话，对，狗在说话那当然现场只有小猫跟小狗，说话的一定是小狗也有可能小猫觉得它是一条觉得小狗是猫。这个机会应该不大了对不过这里还有一个人啦这远远的地方还有一个人对。好，我不会咬，也可能是那个人说话。对，我不会咬那应该是狗才会咬猫嘛，人不会咬猫嘛对，所以我猫好像也不会咬吧，猫都抓人，我觉得。对，猫也会咬人也咬是吗？对，不抓人比较多
好，那各位同学答案太简单了，你们一定都答对了。好 Anthony 说小猫下去吧。你们都答错了，小狗不会说中文。小狗只会说狗语，对不对？小狗只会说汪汪汪。不过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有人说下去，有人说下来。很好啊。不过有人说下去哦，有人说下来。那我们可能要解释一下下去跟下来的不同啊。不过我们先公布一下答案啊。那各位同学还是记录一下你们到底答对了几题。好，我们正确答案是，来，答案是什么？小猫下来吧，我不会咬你的啊。好，那所以我们这边产生了一个问题哦，下去跟下来有什么不同？要看，一般这个趋向补语都会跟那个说话的人比较相关啊。如果是离这个说话的人越来越近的话，那就是来啊。如果是离说话的人越来越远，就是去。所以在这儿的话，小狗从它的角度就是你下来啊，你离我近一点，离它越来越近。对，那如果这只小猫的旁边还有另外一只黑猫好了，那黑猫就会说你下去吧，你下去吧，它咬你，它不咬我。对，所以如果是这个，我觉得我的网断掉了，我重新进一下。我这边声音突然没有了，很奇怪。我的声音有了，有了啊，是你的声音没有了，是我的声音啊。对对对，好的，好，所以各位同学，你们知道下来跟下去的不同吗？如果猫旁边有另外一只猫，那这只猫会跟它说你下去吧，小狗不会咬你的。那小狗的话会说小猫你下来吧，我不会咬你的。对，好 OK， 好的，狗跟猫在一起一定打架。好，那我们就不用考虑进去进来了哦。进去进来通常用在有一个空间，比如说房子或房间，进来我的房间，进去他的房间。不行，查叔你后面有这个题，你不能啊，对对对，不能公布，不能公布啊。好，那我们再看第4题。好，明川吧，好，我马上。什么？好，明川进去吧，好，我马上进来。谁是明川？现在明川一定是男的吗？对不对？对，怕有同学不知道啊。对，好，明川是说话的啊，这说话是2个人对吧？一个是一个问一个回答，对，所以明川B， 明川进来吧，好，我马上进去。好 C， 明川走来吧，好，我马上走去。D， 明川走去吧，好，我马上走来。好，那这个第一句的说话者是这个女生，第二句的回答者就是明川就是他好，所以这个趋向补语其实都真的跟说话的对象很有关系，大家要特别注意。对，我看一下，都选 B， 大家都选 B。男性跟男性在一起也会打架，不一定吧？我看小瓢虫有个好的问题一会儿行就是小瓢虫说他看电视剧虎妈猫爸的时候，赵薇就是那个女主角有好几次打电话的时候，她其实是要往别人的地方去，但是她说我马上过来。然后他的问题是为什么这儿用来不是我马上过去，因为这个人是要去那个地方对，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茶叔你要解释吗？我马上过来，你应该是当然说过去比较好啦，我马上过去你家
但是我觉得，但是我觉得他是从另外那个人的角度想，就是我觉得你需要帮助，那我就是因为我着急想帮你，我想从你的角度说，我来到你的这个地方，我是反过来这么说，但其实是想说我比较急迫的想去帮你，对从你那边想。所以小瓢虫这个不是说是电话用语，而是一个用在只要对方很急切希望你马上过去的状况，你都可以用。比如说Ben叔是不是需要我签收一下东西？我马上过来，我可能会这样说，我马上过来。我可能在另外的房间。会紧急的时候，我会说，就我来得很快，我觉得这个意思。可能你在另外一个房间，马上要去对方那个房间我马上过来。所以通常用在比较急迫的情况。然后你可以很快的赶到对方身边。像比如说我在台湾，Ben叔在西班牙，我就不可能说我马上过来，对不对？对，所以这个用在比较急迫的情况，就会说我马上过来。还有我们生活中常说来了，但是我们不说去了我们说就是就是说 I'm about to be here， 我说来了虽然我在路上。对，其实也是用在比较急切，可以立即赶到对方身边的一个说法。来了，我不会说去了。对，所以这个都用在比较急迫的情况下也算是口语啦口语用法好 ，OK， 大家都答对了。今天的题目真的太简单了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好，明川进来吧。这个应该是这个女生在说话，女生先开始说，对。而且这个Ben叔，我们说进来的时候，对方一定在要进去的地方的外面，对不对？对，好，比如说这里是办公室，明川进来吧，表示明川他不在办公室里，他一定在办公室的外面。对，然后明川回答好，我马上进去。OK， 对他来说他要进去，对这个女生来讲，明川是进来所以趋向补语都有这种到底是谁在说话，这个大家要搞清楚。对，好，我们来看第5题。好，太太瞪了我什么后，我马上去洗碗。好好可怜。太太瞪了我一下后，还是一次后，一眼后，还是一遍后？好，这个我们以前好像考过了啦我们学过瞪，我们学了个瞪对，我们是学动词那这一次呢，我们是来考补语其实这也算是补语这个也算补语好的，你看这个太太好可怕，她那个瞪Ben叔什么叫瞪？瞪的话就是用很凶的眼神看一个人对，然后这个先生就感到很害怕，赶快马上去洗碗，马上就去洗碗了好，这题我想应该不难了好，瞪了一眼，我觉得今天大家可能会满分呢今天的补语看谁会扣分。对，今天可能补语是在 HSK 2到3级之间，上一次是4到5级左右好，瞪了一眼，好，没有问题。好，我们看一下好，没有错，这个叫数量补语一下、一次、一眼、一遍都是数量补语。数量补语的数字可以是2，可以是3，可以是4看情况。好，瞪了一眼。好，那这个Ben叔我们可不可以想到一些类似的动词加上数量补语的例子？瞪了一眼很多吧打了一拳，对不对？打一拳，对，打一拳或揍了他一拳，对不对？对，对。还有跑了一趟，对不对？我跑了一趟，还有什么？买5个，喝3杯。对，喝了一口也是嘛，对不对？喝了一口喝了一口也是，亲一口。说亲一口，对，亲一口。好，对，瞪了一眼，瞪一眼。好，所以这个都我们比如说打了谁一拳这个都是固定的数量补语，会搭配特定的动词，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多练习，不然你很有可能会用瞪了谁一下，瞪了谁一遍
好，踹一脚，踹了一脚，对啊，它都可能跟你的身上的器官会搭配使用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我觉得到这里可能很多人都是答对了5题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第6题。今天都要满分啊！对，好。我把事情什么太简单了？我把事情想出来太简单了，想的太简单了，想一下太简单了，还是想太简单了？我觉得这题有点难度哦，大家可能要用语感啊，有时候补语用语感就可以答对。好，佳妮是想的太简单了，这题大家不要想的太简单哦。想的太简单了。好，怎么大家都选 B 呢？是不是大家都是用语感来答的呢？想的太简单了。这题有这么简单吗？想的太简单了。好 ，OK， 我觉得我把题目出的太简单了。出的太简单了，出的太简单了，对，没关系，因为我们也有很多那个，也有一些中低级2级、3级的，可以对，练一练。好，那这个叫状态补语啊，状态补语在这里叫太简单了啊，这个叫状态补语，通常跟动词搭配，加个的，再加上状态补语啊，所以我刚刚说我把题目出的太简单了。我把事情想的太简单了。还有没有什么例子啊？我把菜做的太难吃了，可不可以？啊，或者是做的太好吃了，对，我把菜做的太难吃了，或者是的是不是用对的是用这个的哦，大家要注意哦，的是用这个的哦，想的太简单了不要用别的的所以这个比如说我把字写的太丑了，可能你们写汉字结果字写的很不好看，我把汉字写的太丑了所以这种动词加的加状态补语很常用可能甚至常常听到母语者在说好 ，OK，真的太简单了呀！我把题目出的太简单了好，我们再来看第7题。好，来，好变数念一下。我是不是卡住了？我看一下对你很卡哦。丽丽答应了我的求婚，我乐什么？乐坏了，乐透了，乐不得了，乐要命，乐要命。好 ，OK，变叔觉得这题难不难？还行，我觉得肯定有同学不知道这个 ABCD 所有的，我觉得，所以对，可能不晓得它的意思。我刚刚同学说我第6题这个题目不一样，这边应该我是要写出来才对。好，这样比较一致，跟我的题目是一样的哦。好，我们回头看第7题。好，对，变叔说的没错，你们可能会觉得每一个选项好像都可以哦，这题很难哦，这题应该是10题里面最难的哦。好，因为像这种补语是比较口语化的补语，对同学们来说是最难的好，同学们说不得了，乐就是难。这题是比较口语化，但是很重要的补语题目好，这题我要看乐不得了。看 Tracy， 我们看一下 Tracy， 乐文应该回答一下，有乐呀。所有的人都选的是乐不得了小瓢虫选的是乐坏了。好，say 同学说乐坏了。我觉得 A 跟 C 都有人选，A 跟 C 都有人选对，很有意思我没有想到这题是这题难，确实难，确实难，因为这是一个口语的一种补语用法好，这个叫程度补语好，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A， 乐坏了。对，好，这个叫程度补语，通常用在形容词后面，表达
你情绪的程度啊。那变叔为什么我们用乐坏了？因为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高兴，就是乐坏了，就是极度的高兴，乐坏了啊。对，这里的坏了我觉得同学们不要以为什么东西坏掉了，食物坏掉了，还是机器坏掉了，不是。这里当做程度补语的意思，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意思，非常。但一般都是那个比较贬义的形容词，比如像茶叔写的急坏了、气坏了、气坏了，这个更常用啊。那这个我觉得乐坏了是例外了。一般就是乐和高兴就是一个例外，比如高兴坏了，高兴死了，高兴坏了，乐坏了，对，但是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例外，很常用，这个例外很常用，就是我们很常说乐坏了。高兴坏了，我觉得我比较少听到，但是乐坏了，我真的很常听到。那另外的例子，高兴死了可以啊，高兴死了。好，所以这些程度补语都有因为口语的关系有一些常用的搭配，而这些搭配可能会是一些例外啊。对，那我们坏了通常用在比较负面的词汇上面，像急坏了，非常急，非常非常急；气坏了，非常生气。我怎么想不到第4个了？茶叔还有别的吗？除了急坏了、气坏了，好像也没有了。对，好像就这没有那么多，对吧？没有那么多。乐坏了、急坏了、气坏了，我也想不出第4个。或者疼坏了，给我不会说疼坏了，疼死了吧？疼死了，疼死了，对，坏了，感觉好像不会，就这3个而已吧？乐坏了，但是常用，虽然是只有3个，但是都是特别常用的，常听到的。然后林子问笑坏了，我没有听过笑坏了，笑死了，笑死我了，笑死了，对，笑死我了，笑死我了，笑死我了。好，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死了很多。我觉得很多同学开始觉得说，那到底 C 哪里错了啊？好，那变数 C 到底哪里有问题？一定是的不得了啊，的不得了一定在一起啊，乐的不得了。在程度补语里面我们一定是的不得了，大家一定要记得，没有乐不得了这种用法，一定是什么的不得了，形容词加上的不得了，快乐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伤心的不得了，乐的不得了乐的不得了所以一定是会形容词加上的不得了才是正确的答案是的，好，那不过我们还是解释一下透了。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透了，对不对？透了就是像湿完全湿透了的意思。湿透了，全身衣服都湿了，坏透了。对，这个人好坏，好坏，好坏，完完全全，完完全全的坏，就是不是一点点坏，是彻底的坏，非常坏透了，非常非常坏，彻底的坏所以这个坏透了。全身都湿透了所以倒霉透了，倒霉透了，倒霉透了，对，倒霉死了也行都可以。对，倒霉死了也可以。就这几个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大家要积累，累坏了可以，累坏了，对对对，累坏了很好，吓坏了，吓坏了，给我吓坏了，吓坏了，吓坏或吓死了，累死了，死了真的很常用。死了太常用了，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就是2个，有的是只有1个可以，有的是2个都可以，大家自己积累，这个没有办法。对，程度补语这种东西又跟我们的口语很有关系，有些口语是常用的，就是对的，有些口语不常用，它用起来就是很奇怪，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去用它好，那乐要命当然是不对了那我们会怎么改它？乐乐得要命吗？也不会吧，就是气得要命可以气得要命可以，我们不会说乐得，听得懂，但是不会这样用，气得要命好 ，OK， 要命比较少，要命真的比较少用，也是非常的累得要命，急的我觉得跟这个急得要命气得要命，对，急得要命，气得要命。累得要命，好像都是用在负面的地方。你的命都要给他了，因为这件事情因为你太生气了，
你气的你的那我们可以说命都要没了。这个男人坏的要命，很坏很坏的男人，这个男人坏的要命啊，好像负面的都可以了啊，的要命啊。不过大家一定要加个的。有一些好的，我突然想到那个激动的要命，就是激动的要命也是有一点对，太激动了，对，太激动了好 ，OK， 我们这个周迪问的很，高兴的很，乐的很也可以吧？乐的很可以我觉得用的很，但是乐的很不常用，我觉得不常用可以，很好 ，C 同学饿的要命可以，饿的要命对可以，那渴的要命也可以了，渴的要命可以，好，所以成都补语比起来是比较难的好，我们看第8题。他们当时很穷，连面包都吃什么？吃不到吃不下，吃得下，吃不起。这题也很难我觉得这题可能大家知道答案，但是可能不晓得其他选项的意思是什么对，好，第8题大家觉得病的要命，编书会讲病的要命吗？当时很穷，就是那个时候很穷现在很有钱了，现在很有钱，对，飞黄腾达了，对。好，当时很穷，表示当时没钱，那现在可能有钱了好，来，吃不起，有人觉得是吃不到吃不起。好，有 A 的选项有人选这个 D 的选项也有人选，吃不到，吃不起。好，吃不起。好，那我们来公布答案了没有想到这题也可以考倒大家好，正确答案是吃不起。好，吃不起好，那变数我们来讨论一下，吃不到跟吃不起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这题勉强 A 也可以接受但是有不起的话，我一定会选不起。对，就是吃不到，对，绝对 D 是最好的答案A 可能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 D 绝对是最好的答案。那所以这两个的那个细微的不同在哪里？吃不起就一定是说你的钱不够你买不起。那吃不到的话，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你买不到，也可能是说这个国家就没有面包或者面包卖完了，对不对？卖完了，或者是面包店关门了，或者是对，所以没有错，或者被别人吃完了，你吃不到了，就不到是可能各种各样的情况，对。但是因为这里强调当时很穷，所以可见是没有钱，对不对？没有钱去买，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起有一点是因为你没有钱或钱不够所以没有办法去 afford 某一个东西。所以比如说对茶叔来讲，我买不起房子，我太穷了。我不是买不到房子，我是买不起房子，因为我很穷。房子很多，买得到，但是买不起。买得到，但是你买不起，所以不到跟不起就有很大的不同。不起就是 cannot afford， 支付不了那个金额，这个东西可能太贵了，或者超出你的能力范围，你没有办法去买。买不起，吃不起，有的东西，有的名牌你是用不起的OK， 用不起，所以对这个名牌你用不起，这件这么名贵的衣服你是穿不起的穿不起的，表示你没有办法去，你的经济能力没有办法去购买那个东西，我们就会用不起对，好，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吃不下，好不好？吃不下跟吃得下刚好是一个相对的意思，对不对？什么叫吃不下？也是有很多情况，就是吃不下的话，就是你这个面包进到你的肚子里那你吃不下的话，可能是因为你已经吃饱了，所以你吃不下了，空间已经饱了，或者是因为你觉得这个面包最好给孩子吃，那我吃不下，我想让给孩子，或者你可能这个肚子不舒服
你吃不下了，或者太难吃了，这个面包我吃了一口，好恶心，我吃不下，不好吃，吃不下了。对，那如果你很饿，那你的肚子还能够再吃，我吃得下。对，你可能才3分饱、4分饱，我还能吃，我吃得下表示你可以，你还可以吃，你还可以把面包吃进去吃得下。大部分还是说这个空间的那个，对，空间概念。哇，谢谢乐文这个，谢谢，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了感谢乐文给我们支持那希望大家多多学习乐文这种行为谢谢乐文，对，对，可能太难吃了，或你已经吃撑了所以你吃不下了好，那可能这个面包有点怪味，很好，所以你吃不下了。这面包感觉好像因为乐文捐款，所以现在面包我们都吃得起。对，我跟茶叔，我跟贝叔本来吃不起面包，现在因为乐文捐钱给我们，我们都买得起面包了。我们吃得起汉堡了，不是？对，我们吃得起也买得起所以这个的加上的变成它的反义词，我们吃得起面包了，我们买得起面包了对，好的。太棒了，我们看一下第9题。好，天黑了，我看什么路？我看不到路，我看不懂路，我看得见路，还是我看不起路？这题应该不难吧？这题很简单这题送分了因为乐文的捐款，我们可以买得起，吃得起高级，买得起高级的面包，买得起也吃得起高级的面包那我就不要吃面包了，我肯定要吃夹馅的，对吧？夹香肠大餐嘛对，夹芝士的，去鼎泰丰吃好，看不到路，看不到路，天黑了，我看不见。好，我们没有看不见的选项了看不到路。好，这题好像太简单了。我看不到路。好，我们看答案。天黑了，我看不到路。好，Ben叔，有同学说可不可以用看不见路，可不可以？可以，因为见的话也可以做那个结果补语，在这儿做那个可能补语的话，可以跟看，可以跟听，但是不可以跟别的动词，看见，对，所以可以是看不到、看不见都对可以，但是我们选项没有看不见好，我觉得这题蛮简单的，大家都会了。不过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看不懂，看不懂是什么意思？看不懂就是我不认识的文字，或者是就是太难了，这个意思太难了，或者是太多术语了，我看不懂。对，可能你懂这个语言，但是它的意思你不懂，或者你根本就不懂这个语言，你看不懂这个文字，都算是看不懂看不懂。好，那看得见应该没有问题啦，看得见跟看不见刚好是个相对的词语好 ，OK，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看不起，有这个词语吗？Ben叔，看不起。有因为不起跟我们刚才说的意思不一样刚才说不起是那个你没有足够的钱，买不起，但看不起是但看不起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了，就是你可能这个人有一些地方你很轻视对方，对不对？比如说就你嫌弃那个人不喜欢那个人的某些地方。比如说有的女生看到一些小伙子太穷了，所以这些女生会看不起那些穷小伙子就是你又没有钱，你又没有房，你也没有车，我干嘛跟你结婚？那这个人看不起这些穷人所以就像英文的 look down upon，就是你轻视他，嫌弃他。对。然后这个小伙子有钱以后，他买了很多的这个名牌但是这个女孩还是看不起他，因为她觉得这个男孩的那个品味比较土，买的东西都对，都是那个，所以可能看不起对，看不起是可以，你不欣赏这个，看不起
对，他可能很穷，或者是他没有品味，或者是他素质不高，所以看不起。对，不一定是他没有钱，可能你看不起他的素质，你可能看不起他的品味啊，都有可能啊。好，然后Tracy 问说看起来跟看上去变叔看起来很有钱，看上去看起来包括看上去，我又对卡了，好像对，变叔看上去很有钱，我卡掉了。有听到，变叔看起来很有现在钱，好了。变叔看上去。我觉得两个词语差不多了哦，不过那个看起来是包括看上去的，然后看上去一定是有个现场看到对方的那种样子，你会表达自己的感想哦。所以变叔，你觉得看起来跟看上去有什么不同吗？看上去一般就是那个外表了，我觉得。对，然后看起来的话，我觉得有两个意思啦，一个就是跟看上去一样，就是看那个东西外表的那个问题，然后看起来也可以是，可以形容比如说这个问题，这件事看起来不太妙，所以他不一定是看到人嘛，或可能是看到一些比较描述抽象的事情，对不对？这件事看起来这件事看上去不太妙，看上去对更口语吧？对啊，还有就是起来不是也有那个试一试的那个意思吗？就是对，看起来这件事情，我觉得看起来还有似乎的意思在里面，另外一个意思有似乎的意思。我查一下吧。对，一般来讲，我觉得用起来是差不多啦不过我觉得看上去是比较口语的感觉比较口语的感觉。好，没有错，看不起就是看轻就是 look down upon，就是你嫌弃对方，你觉得对方可能没有钱或品味不够好我看了一下，我看了一下解释的话，他们反而说这个看上去是比较多一层的那个看，然后看起来他说反而是比较表面上的就是比如说他看起来不太高兴，他看上去不太高兴，一般看上去你就是有一点点分析，他看上去他好像跟女朋友吵架了，这样 OK， 就他看但上是去基本上可以互换对，我觉得差不多耶。他看上去不太高兴，就是看上去这栋建筑已经有20年的那个历史了，就稍微分析一点点这件建筑看起来有20年的历史了。我觉得真的差不多就是不要太去想语法上的不同的话了我觉得其实差不多。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用看起来，我平常是很少用看上去了但是我平常是比较常用看起来我会对我会可能我觉得小的不同就是那一点点的分析，就是看上去看起来是个年轻人，看上去15、16岁左右，可能会这样，就是这种小的超级小的不同超级，我觉得大家不用，你们不用这个不用担心，这两个不是语言学的老师，我觉得大家不用太在意这个不同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好，OK，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题。好，我中文不好，心里有很多话，却没说，说不下去，说不出来，还是不说了。这题我觉得很难因为这个也是类似比较口语面向的口语方面的这种补语好，那当然我们这边的补语在就是跟说有关的补语了补下去，不出来好，这题我觉得很难
我看起来Ben老师很帅，应该是看起来就好了吧？Ben老师看起来很帅就好了啊。Ben 老师看起来很帅，不要加我，对啊，对，不要加我，谢谢。好，大家都选 C， 却说不出来，却好，哎，这个 Tracy 好厉害，把这2个用法把它解释得很清楚，还是不说了，好，我觉得大家都好厉害哦，今天可能大家都是满分哦。好，我们正确答案是说不出来。说不出来，很好，好，那说不出来是什么意思？说不出来，心里有很多话却说不出来。就是想说，但是没有那个能力我没有那个很好的语言能力可以说好表达，所以是表达不出来，对，那个意思对，就是可能你心中有很多话想要告诉我们2位老师，但是你中文不够好，所以你说不出来，没有办法。请进，没问题。说不出来，当然也有很可能有别的原因，比如说这个人是个哑巴，可不可能？这个人是个哑巴，可以啊，哑巴也说不出来，哑巴，所以他本来就不能说话嘛，他是哑巴，所以说不出话来，你可以说不出话来，却没说，为什么不行呢？却没说，心里有很多话却没说。却没说，那就不是这个情况了。如果不是这个语境的话，其实没问题啊。对，这个因为现在这个语境是因为你的中文不好，所以在这个语境下没说就不行。那没说到底是什么意思？没说就是我当时想说，但是那个时候过去的那个时候，我最后决定不说，所以那个时候我没说。对，那并不是你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你有这个能力，但是那个情况你并没有这样做，并没有说那说不下去呢？说不下去就是我不可以继续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我觉得这个话题太尴尬了，所以我说不可以继续说，或者是我比如说我跟我们3位大叔聊，突然聊到了Ben叔的前女友，聊一聊，Ben叔觉得干嘛聊到我前女友，我说不下去了就是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说不下去了。好，那不说了，我觉得说不下去跟不说了是不是有点像，对不对？不说了，有时候更像是我想要换一个话题，就是有一个转变，从我现在在跟你讨论这个话题，突然我决定讨论下一个话题，不想继续了，就不说了。而且不说了更多情绪的成分在里面，有时候你说不说了是有点生气的不说了啦你可能真的比较有情绪的感觉在里面不说了啦你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你可以说，如果各位同学在说话的时候遇到这个情况，你不想再继续现在的话题，B 跟 D 都可以用。你可以说我说不下去了，我们换个话题吧，我说不下去了。你也可以用 D， 不说了，我们换个话题吧。这2个都还蛮常用，而且还不错的表达。不说了，我们换个话题吧。说不下去了，我们换个话题吧。好，不好说。不好说是你都不要开始说，说不下去是你已经开始说了，但是你不要继续说了。不好说也蛮有意思的，比如说Ben叔问我说，茶叔你最近交女朋友了吗？不好说，我会这样子不好说就是别人问了你一个问题，你不太想要回答那用不好说算是一个比较婉转的拒绝吧不好说啦，不好说啦。如果你说不好说，我肯定会说你快茶叔说下去我觉得好朋友之间还蛮常用不好说啦，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嘛，不好说啦是一个比较好朋友之间比较婉转的拒绝人家的问题的方式不好说啦好，那各位同学，你们今天答对了几题呢？我们10题今天都练习完了有没有觉得很难呢？我觉得今天大家至少可以拿到7分或8分吧。7分或8分对，大家得了几分告诉我们一下。
这位同学是得到5分吗？还是5？啊，林子得到9分，月莹得到9分，然后春娇得到答对8题啊。第一题还没看，第一题太简单了。春娇就算你得9题，对9题了啊。我觉得大家答错的应该是那个透了那个死了坏了那个啊。好汉奸9题答对8题啊。哇 ，C 同学得满分呢啊。很棒。佳佳是不是就是错了坏了透了那一题哦？好 ，OK， 不错，我们也想看看谁坚持到最后啊。我们直播50分钟了都。好，那这个今天的题目比较简单，不过呢，有一些补语，大家真的还是要多练习。补语算是中文里面比较难的部分所以一定要常常跟母语者多多沟通交流，你才能够知道怎么使用补语好的，有同学问说不了可以吗？什么叫说不了吧？说不了了，说不了了就是没有办法说的意思好，也很少用，对不对？不过根本就没有说不了这样的用法可能我嗓子那个有问题，对吧？今天感冒了，所以说不了话了，说不了，说不了话了哎呀，佳妮怎么可能只得5分呢？好，那这个今天就上到这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请你们帮我们留言，加入我们的会员。你们也可以告诉我们，在下个星期想要听到怎么样的题目。你们想要学语法，还是想要学病句，还是想要继续学补语，还是其他的，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像Ben叔这样的一堂课我们如果真的上课要收费的话，这一堂课可能要这个40美元，对不对？对不对？差不多嘛至少要30-40美元一堂课，所以大家一定星期5要来这个大树中文上课，给我们捧场对，所以大家帮我们点个赞就好了点个赞留个言，对，多好，不需要花钱的免费的语法课好，那么下次见咯，拜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